好，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没有错，看到这一只母老虎，今天使用的是大震旦新 DLC 的角色。好，我们这边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大震旦目前最新的 DLC 领主，传奇领主白虎巴斯瓦。他是一个反步兵的近战专家，然后带有火焰跟魔法攻击，以及破甲跟反步兵，就是专门去斩杀步兵的领主。那我们这边看一下他的能力，有这个隐身女猎人，可以降低对方 25% 的速度，以及减24近战近战防御减24。那这边是他的比较特别的技能天界之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它可以瞬间的传送过去，然后通常来讲会在对方的一大堆兵里面正中间，直接从中间炸开。那炸开过后就开始偷袭了。这个话，我目前的想法是抓对方的弓箭手这些单位，我觉得还蛮好用的。那这一招就是提升自己武器威力加 30%， 破甲伤害加 30%， 然后近战攻击力加 24%。这三个是他的主动技能。那这边还看一下他的被动。这个被动呢是比较特别一点，是最后一点毁灭侧袭。这个在射你也比较常看到，就是你在打旁边或者是打对方队伍后面的时候，这个冲锋加成会加倍，会等于说是原本这边是50，那就会变成2倍，很恐怖。所以也许可以搭配这一招，瞬间传送到对方的队伍后面一点距离，然后再做一次冲锋加成，也是不错办法。但是这样子我觉得突袭效果就会比较差。我目前喜欢就是从对方队伍正中间直接炸开。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它还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是它的被动，就是附近范围内我方队伍士气加8，近战攻击力加5，算不错啦。然后它可以先锋部署虎战士，对，它这边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它的物理抗性加 20%， 这个就是新的传奇领主。那这边最前面这一排呢，都是农民长矛兵。大震旦的最便宜的肉盾，然后这边在开火的就是火箭炮，针对步兵非常好用，它是散射型的方式，所以很容易把对方炸开，但是它的命中率，非常的不理想。看这样子散成这样子就知道，基本上应该是打不太中。目标没事，旁边的可能就会出大事，这种感觉没办法，火箭炮就是这样子散射的，有时候总是会中的。那最后这边呢是3队的弓箭手，翠玉勇士弓箭手，然后这边中间这一排呢就再多介绍一下虎战士双斧兵，它是主要的输出它是反步兵型的，这边可以看到。它基本是54，再加上反步兵加成5点，这个伤害很可怕，就连高精灵的巨剑士都没有这么高，就可以知道它这个输出有多可怕。弥补了震旦步兵就是步兵打步兵的时候没有一个输出，因为之前像是翠玉勇士剑盾，但是它的输出并不是很好。那还有天宫龙卫队，但是它是反大，它并不是反步兵，所以虎战士的出现算是弥补了大震旦步兵对抗步兵这一段的缺点。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它还有另外一队，就是这个就是长戟兵啦，这就是反大破甲长戟兵啊。其实震旦本来就有啦，
就是它本身有天宫龙卫队，本身就是一个反大的长戟兵，不过多一种选择也不错，而且它的账面数值也不差。这边其实看一下，那这边就是我方阵容介绍完毕啊，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法师，这也是这次 DLC 新增的，这个是爪语者生命系。震旦终于有其他派系的魔法，因为他以往都是他们自己独特的2种法术为主，然后终于有这个像是生命系啊或其他的比较常见的啊。生命系我也蛮喜欢用的就是石化之躯、再生术、大地之血，基本上再生术跟大地之血这2个我是必出啦。那石化之躯不一定，看状况。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对方，我刚刚讲太多了。对手呢是绿皮，为什么会想打绿皮呢？请去看我的直播就知道为什么会想揍他了。好，我们看一下绿皮的传奇领主格林格铁皮，为什么我会想挑选他？请去看我直播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这边配了一个法师兽人萨满。然后带的就是这个凝视爆脑术欧克大脚，这个大脚非常适合打一大堆人，这一脚踩下去很痛，非常痛。然后我们这边介绍一下这个队伍：兽人小子长毛，然后蛮荒兽人大块头，然后这边也是长毛，这2个算是比较便宜的兵，但是不是最廉价。他们还有孬精，还有更便宜的。啊，这一队就是最可怕的黑兽人重型武器，基本上就是近距离他想打谁都可以。这个输出很可怕。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可是高达了55，并且他的护甲是110，非常坚硬，然后输出也非常高，很可怕。然后这边就是兽人小子，算是比较中间水准的单位。那后面这边还有一对兽人战猪大块头，是一个反大骑兵，好，蛮好用的。坦白讲，这个用起来还不错。然后这个兽人弓箭小子，然后这个是蛮荒兽人弓箭小子，其实就是他的上位版本，就是兽人弓箭小子的上位版本。然后这边还有兽人小子，这边有一对岩石巨魔，这个怪步兵很可怕，他打步兵可以快速的把对方的步兵线给打穿，这个非常可怕的怪物步兵。啊，这边还是兽人小子，然后这边也是一对蛮荒兽人小子。最后，这边有一对比较特别的东西，末日伞兵弹射器，它就是把孬精射出去，非常可怜，这样子射出去当弹药一样。然后这边是看一下它的射程是高达400，算不错，蛮远的。好了，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吧。那刚开始呢，就是双方有炮兵嘛，炮兵互射。我们这边就稍微加速，因为前面双方都是顶着炮兵在互射，那对面就是慢慢想一步一步接近。因为其实火箭炮你真的不用怕它，坦白讲，因为火箭炮你看它的命中率非常的惨，它的命中率非常惨，基本上它本身没什么事，它的旁边都出大事。我的心得啊，你看旁边这一队兽人弓箭小子，不知不觉快要被炸完了。好，对方准备要冲锋了，马好像还没，他还是一步一步的慢慢推进啊。那我们这边就开始了，用正常速度，应该要冲锋了吧？还没吗？哦，这边对方的骑兵率先出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方这边弹药射完，
往前一挺，吸引对方过来。然后对方的骑兵直接不偏不倚的冲撞上了，但是没关系，弹药射完的炮兵就是没事做。这边当肉盾也是不错啦，而且我方3队弓箭手都在集火，你看，基本上他血量是非常快的消失哦。他这边又去抓了农民兵，没有关系，农民兵也可以给他打，农民兵也是那种非常便宜的东西，随便打。好，对方的炮兵在打我方的老虎，不用怕。这只母老虎没有那么的轻而易举就可以打下来的哦，它很凶悍的哦。等等可以看一下。然后我方这边都开始接战了，虎战士已经向前冲了哦，这边已经开始接战了。然后这边的农民长矛兵也继续担任肉盾往前冲啊。这边是重型武器，黑兽人重型武器，这个是农民兵撞上去是等等就会直接粉碎的哦，非常的可怜。然后我们这边母老虎直接传送过来，抓了对方兽人小子，直接要在这边开打。基本上这边的弓箭手打他是没什么胜算的哦。不对，这边对方还有一队蛮荒兽人大块头，那这样打的话，其实那个领主会稍微比较吃力一点。不过没关系，等等我们回头再过来看。好，我方这边前线都尽可能的去顶住对方哦。我们看一下这边战况比较凄惨哦，因为这边是有岩石巨魔，虎战士打他没有加成，然后岩石巨魔打他会非常轻轻松松啊。所以呢，这边我3队弓箭手集火对方的岩石巨魔。这边我最怕就是岩石巨魔跟黑兽人这2个最可怕。好，没有意外，虎战士被打退，这很正常。岩石巨魔真的不是好惹的啊。好，我们这边继续看一下对方。哦，领主直接冲了出来哦，格林哥铁皮直接冲过来打我方英雄。啊，对方这一队兽人小子也挣脱了。啊，第一个反应是我方还有其他单位，所以弓箭手先往后拉，让回线的单位往前去做一个交错穿过去。然后如果对方让步兵要粘上来的话，就会被我方这些回线单位给卡住。好，我这边这样直接卡过来，让我格林哥铁皮卡不住他，他太大只了。我来看一下，我记得他这样应该就不算。欧科大脚直接踩下去，很痛。这个踩下去基本上是痛到会哭出来。而且对方现在开了袜了哦，开了袜过后很可怕哦。你看对方的炮兵命中率很可怕，这队弓箭手直接被打完了。好，我方弓箭手这边虎战士又再次回线，好像拦截不住哦，不行，拦截不住。我这边看到放到一个治疗法术，大地之血，这边虎战士再上来，势必要把对方的领主给包夹下来。因为坦白讲，绿皮的士气也不算是很好，虽然说他这边一个爆炸，把周围的虎战士全部炸开。绿皮的士气没有像蜀人那么可怜，但是他也不算是一个高士气的种族，所以其实他很容易冲。打完第一波过后，他的溃散其实也很快。好，对方的领主就直接跑了。好，这个好像就绝对回不来，有这个骷髅头标记的话是回不来。哦，弓箭手还是把他击杀了。击杀的话，对方这边就比较危险。刚画面没带到，我们的母老虎其实有打退对方2队弓箭手，虽然说还是被对方给打到快不行了，因为他是一个人打了，我们这边放慢速度，他一个人打了2队弓箭手，然后还有打这边还有一队那个蛮荒兽人。不知道跑去哪了。他是一个人打了非常多东西，其实我觉得依照他的造价来讲，我觉得算不错了。
那这边我们虎战士继续往前冲，要去斩杀对方剩下这几对弓箭手。其实剩下弓箭手的话，我方就不是说需要害怕，而且对方还有一个英雄是法师，哇，我方法师也是直接冲了过来，不跟对方玩了。这边是2个法师的决斗，我们来看一下2个法师怎么打的呢？好，对方也是被打退了，毕竟我方单位剩下的数量那么多。弓箭手也在后面射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母老虎斩杀了77个模组，算不错啦。毕竟它的造价没有到很贵，然后对方的这个炮兵其实赚了不少，他击杀了100多个模组，这个算蛮多。你看一下我方的火箭炮散弹出去。基本上什么都没打到，只有击杀60多个单位。虽然说应该有击杀不少黑兽人啊，其实他有击杀到黑兽人也算是蛮赚的，但是单看击杀数并没有到很高，这个稍微有点可惜。但是火箭炮就是这样，它射出去就是很看运气。当你运气好的时候，就对方很容易炸嗨；当你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射出去就是像我这样子。这次像这个虎战士真的弥补了这个前排没有那个输出这个能力这个问题。大震弹之前有这个问题，但是这次 DLC 补起来过，真的变非常好用啊！对方这边我的兵表为什么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可以回去看直播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家伙，哎。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所有的内容啊！如果喜欢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